在郑州的主线里，男婴再次出场了。标志性的黑蝴蝶从猎缺体内飞出，随后停在了男婴的石章上。它的石章与我们见过的样式都不同，是漆黑色的。关于石章的使用，我们需要追溯到刚来九域的时候。首先是鬼卫玉兰告诉我们，需要通过石章的试炼，并非所有人都有能驾驭石章的能力。其次便是流火的话，与神像产生共鸣，就比如我们来到了郑州，如果不与青龙神像共鸣，石章一样不会有效。那男婴的石章又是在和谁共鸣呢？石章系统不是人类的专利，相反，人类才是拙劣的模仿者。石章系统本就来自对古文明的破译。如果男婴手上的石章有效，又不是通过九域的石章系统发挥作用，那很可能便是与古文明留下的神像共鸣。其实这一点也不意外，你们还记得男婴来自哪里吗？没错，男婴出自余衡司，一个专门研究惠民的组织。是不是有些熟悉呢？上一个例子现在还待在对州研究遗迹呢。果然研究惠民都很容易走火入魔。现在我们可以把知道的消息再丰富一下了。男婴是上一任的白虎大人，而林寒是他的继任者，这就说明余衡司也是在对州，就像米米兼职天章阁阁主，民警兼职智库研究所所长，林寒会不会同样继承了余衡司呢？这次男婴只是露了个手，估计重点剧情都安排在对州了。或许在对州的余衡司，我们能找到更多的真相。但如果男婴使用的是古文明的石章，也产生了新的问题。古文明可是封印了朝母的势力，男婴现在到底是哪边的人呢？在我们战斗后，米米提出，在战斗的时候，猎缺并未尽全力。相信执行者和莎莉小姐也察觉到了。我们在与他战斗的时候，发现他并没有拼尽自己的全力，或者说，他的能力被什么东西加以限制，而像是力量被限制了。石章系统的介绍一直都是针对惠民的，也就是石章破民。那么男婴当时的蝴蝶就不是在帮猎缺，而是在抑制他的荆棘发挥力量。这样做的男婴又有什么目的呢？比如雷姆搁着机器人将晋都搞得鸡飞狗跳，结果只是为了见一下雷贝。现在男婴这样又是为何呢？解开这些谜题只能等到下个版本了。现在让我们继续主线的解析。与布勒威一起来到了九域，在他的话中反复提到一个人名，那便是雅努努，同时还有他教的求生知识。到毫无文明痕迹的地方，靠啃树皮活下来。很难想象有人会教朋友这些知识，除非他或者身边的人经历过。雅努努同样是海加德的执行者，埃文斯手下的棋子还真的是层出不穷。不过一提到这个名字，我的满脑子都是呀哈哈，这下真的是荒野求生了。带着布勒威来到了号轨，这里便是郑州的核心区域，也是石章系统的心脏。九域的系统与时俱进，更改为了小篆体的操作系统。屏幕上显示的正是欢迎来到控制系统，系统启动中。换塔终于不是复用那几张贴图了，细节值得表扬。再往前走可以看到玻璃后面的号轨，我到现在也没能明白为什么这里的盖子是上翻的。号轨的工作原理也没能琢磨明白，但从后面剧情来看，原能反应堆很可能就会安装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不知道上面的顶盖会不会打开，毕竟要接收马拉彗星的原能，总不能还关着盖子吧。在号轨内，行初早已等着我们，在他的头发后面有个装饰，上面落着一只蝴蝶，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男婴，他会是内鬼吗？不过也不得不提防一下官方，在因纳斯的狼人杀时，官方就有着错误引导的恶趣味，这只蝴蝶实在是太明显了，反而让我觉得官方是故意的。很快玉先生也参与进来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证明九域也在马拉彗星的辐射范围之内，只有这样才能修建幻塔，甚至只要能证明在范围之内，就能推测出九域是爱达星的一部分。前半句话我能理解，但后半句我是懵的。在龙渊中的童话支线里，已经将九域的时间线推到了公元2624年，那个时候在郑州便出现了冒险家，还有了龙象塔。在客房附近也有一个 NPC 曾提到，自己的父亲说过九域与外界失联已过去100多年，这又让时间线再次向前移动。如果九域真的是爱达星的一部分，他们又是什么时候脱离出来的呢？为此就出现了2种猜测。第一种猜测，九域过去在爱达星上也是一处秘境，人类误入此处然后出不去了。
与爱达星的其他地方失去联络，只能在九域繁衍。在大灾变时期，九域同样跟着分离了出去。但这个假设必须是很多人一起掉进了九域秘境，不然也不可能发展出现在的规模。而且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为什么九域对爱达星没有任何记录呢？蓝与寒露初到维拉竟然一点资料都没有。第二种，九域早就从爱达星分离了出来，所以它才会有玉脉和古文明遗迹。远望号上被陨石袭击后失踪的人类误入了九域，所以九域的时间才会与爱达星是同步的。这个猜测也是目前最合理的，但九域是100多年前与外界失去联系的，而现在重新联系后却发现彼此都没有记录。那100年前的九域连接的外界又是哪里呢？在龙渊下的童话支线里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，郑州可以通过龙象塔产生的时空裂缝前往各个玄域空间。那会不会有一个玄域空间也存在人类文明呢？其实不管是亚夏还是维拉，对九域而言也可以称作是玄域空间。布勒威提问九域是如何定位到域外坐标的，这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大功臣贤者了。大军出征，脚踏海加德，分身被斩，计划被搁浅。当初意气风发，失败后就销声匿迹。当然这些都是说着玩的。艾达之子能打下海加德，可以说是被放水了。你们知道当时海加德的主力去哪儿了吗？刚刚攻打完沃兰的艾达之子基地，此时正是海加德防御最薄弱的时候。这一波其实是互换了老家。在艾达之子冲上海加德后，艾文斯等人就这么把中央的时空引擎谦让出去了，然后自己人就去避难了，一副你爱咋咋地的样子。海加德是真的想阻止第3次回溯吗？其实并不是的。就像一片平静的池塘，我们投入了第1颗石子，溅起水花和波纹。这时候，我们该怎么让池塘平静下来呢？正确的做法不是投入第2颗、第3颗，而是等待水面自己平静下来。这就是海加德应该做的事。海加德从来没在乎过回溯带来的破坏，就如避难所的吐槽，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怎么会管小人物的死活？相比这些，海加德更在乎回溯能不能成功。在埃文斯的对话里，他提过，海加德不是不想回溯，而是要等时空平静以后。但如果艾达之子执意要回溯，他们也不会阻拦。有人背黑锅，对海加德来说更是乐见其成。关于海加德，谜团真不是一般的多。剧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元能塔将元能反向输送给了幻塔，导致幻塔元能储量饱和。海加德把元能排入地表，以防止被冲爆。但在这之后，主角一直都在为关闭元能塔而努力。在没关元能塔的时候，海加德的元能饱和问题就已经可以处理了。可是为什么等我们把元能塔都关上了，海加德上面还有着这么多元能呢？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：海加德究竟知不知道贤者的计划？弗兰茨是被海加德派往星岛调查遗迹的，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艾达之子对遗迹起了兴趣。遗迹里有什么呢？有能抵消回溯影响的反向引擎。一次回溯之后，我们又进行了一系列更深入的研究和实验，并建立了多处时间井。时间井中设有反向时间引擎，可以抵消回溯引发的时空错乱。但是这一条信息就能猜出艾达之子的意图，更不要提在艾达之子中一样有着海加德的间谍。贤者搞时空回溯这么大的计划，海加德直到最后一刻才反应过来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。更离谱的是，这次袭击海加德甚至连人员损失都几乎没有，这也是为什么小峰一直猜测海加德是故意为之。但之前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，现在看来，为的便是要制造时空波动，让其他时空能定位到域外坐标，将分崩离析的艾达星再次聚合在一起。亚夏与维拉是怎么联系上的？同样也是因为这次时空波动。目前我们已知的就有3个时空因为此次波动而联系到一起，那么又有多少未知的时空因为此次事件被重新定位到？只能说海加德的这盘棋下的着实有些大了。在经历大灾变后，从没有放弃过重新联系其他时空的想法，而是一直在谋划，并借贤者的手布置了这个局。本以为艾达星重聚是在我们的努力下，现在看来一切都是早有预谋。还记得吗？在摩克小队刚登陆维拉后，伊卡洛斯就一直在追逐朝姆的坐标。再联想到格索托斯的存在，海加德的目的就更值得玩味了。问题是，被利用的贤者知道这些吗？如果说刚开始他还不知道，但当打下了海加德后，也该琢磨过来了。
之后等我们赶到，一个赦免天使都不见了，贤者也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但回溯终究是失败了。为了破局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？留下了奈美西斯这颗棋子，甚至为了保护他，不惜与海加德联手，前往伊纳斯海底营救。海加德与艾达之子双方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海加德有格索托斯，而艾达之子有奈美西斯。到头来，幻塔里真正博弈的依然是海加德与艾达之子两大势力，是不是有些细思极恐呢？布勒威提出要改造号轨，而不是重建幻塔，这可把小青龙吓了一跳。改造号轨，必须确保号轨的持续正常运作，不容有失。米米真的是个很负责任的统治者，你们做什么我都支持，但郑州不能出事。这差不多就是米米的意思。随后又回到了破山洞，不是回到了天章阁。号轨负责人玉云初次登场，他也是内鬼的嫌疑人之一。身为号轨的负责人，如果是南英的内鬼，那就很有意思了。因为天章阁缺少材料，于是我们只能再次充当打工人。原石和玉石在地图上都有，不过要注意的是，买的材料是无法完成任务的。难道材料还有什么玄机吗？在买最后的材料时，我们遇到了绯色。这里的相遇真的是好巧，我们恰好需要固定器，老板恰好卖光了，而绯色恰好有。巧合是可能的，但巧上加巧就很不对劲了。不过我更在意的是，绯色此时认不认识我们呢？还是说只是因为我们是急需的客人，他就愿意相让呢？还有便是绯色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小峰之前提到玉石和原石只能在地图上找，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如果绯色是被人通知后来这儿等我们，也完全有可能。这一切只能等绯色的拟态剧情了。从目前的更新节奏来看，绯色大概率是没有主线了。不得不说，绯色的建模是真的好看，衣服的细节也是真的多。幻塔的女性建模一直在进步，男性就……收集完材料，赶忙回到天章阁。注意，我们收集的材料制作的只是连接装置，所以不要奇怪为什么收集的材料简单了。接下来又是一个小细节，我这就出发。行出先生，请稍等一下，调试程序中好像还存在着没处理的漏洞哦。本来安装任务应该是行出去的，但布勒威提出调试系统有了问题。不过是不是真的有问题，剧情里没有明说，跑腿的活儿就轮到我们身上了。在安装过程中，我们又意外得知了很劲爆的消息，有一个研究员听到了玉云谈起过第3代时章科技，而且还是个大家伙。刚巧在剧情的结尾，玉先生也提到，一旦号轨改造完成，就要启动第3代时章系统展开反击。难道要开人形高达了吗？还是泰坦中的铁玉呢？回到号轨后，大型太空探险节目上演了。等等，在这个锚点方位，能提供更详细的对比吗？很可惜，这里工作人员屏幕上显示的图像，小峰没能找到对应的物体。不过马拉终于重新回到人类视野中。是马拉来了。众人都难以掩饰兴奋之情，可看着众人高兴的表情，又有了新的问题。可以看出，定位马拉是用了精密的仪器，花费了大功夫的。马拉应该是肉眼看不到的存在。那亚夏、维拉、九域天上的那颗星球又是什么呢？如果是素材复用，官方是不是该处理一下了？换了3个时空还是同一片天空，这有些太偷懒了。还是说天空是在各个时空的投影呢？接下来该惠民袭击了，内鬼也蠢蠢欲动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